大家好，这里是播客斯文败类，我是思文，我是圆圆。前几天呢6·1刚过，所以我们俩就想讨论一个话题，就是你曾经想成为什么人。最初的时候我们聊过这件事情，但是一般聊的时候就只说一个，问思文你想当什么的时候他就说科学家，然后没有了。我自己的感受是从小到大我们可能有过很多次想成为别人这样的念头，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其实是可以聊一期的，因为我们每个阶段都想成为的人也都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有一种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跟你周围的人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有个同学，他家里面爸爸妈妈都是老师，他的爸爸妈妈就特别希望他成为一个老师，但他从小就特别讨厌当一个老师。就是别人对你的期待跟塑造和你自己发自内心的想成为什么人是挺不一样的。你小时候你爸妈有没有特别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在我出生之前他们希望我是个女孩。哦，那你成功了。我成功了，因为我有个哥哥嘛，然后我爸其实一直希望有个女孩，因为我奶奶生了5个儿子，他有一个亲戚生了很多女儿，还会笑话我奶奶，就是说你没有女儿，然后过节的时候你没有大馒头吃啊。你们家真的跟别人挺不一样的。但我仔细想想，是因为我已经有个哥哥了，所以他们可能还是觉得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凑成一个好字。对。我从小到大就被期待成一个女孩，所以我妈说，就是我的头发还没有一根手指头粗的时候，我爸就给我买各种七彩的皮筋儿，买那种小裙子。这种塑造对我来说其实蛮重要的，就是从小到大我都被当做一个女孩来养，我也特别想成为一个女孩。我的父母对我外在形式好像没有什么要求，就不是说你要有什么 title， 你要有什么事业，但是他们对我道德方面要求很高，希望我成为一个很好很善良的人，不借别人钱，不赊别人账的这样的一个很守公序良俗的人。我就记得小时候我哥他跟其他小朋友一起赊了一个零食在小卖部，我妈就狠狠地打了他一顿。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对我影响非常大，就是你父母对你有一些底线的要求，但是在这个底线之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大概是这个意思吗？对，但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这个根儿扎对，你无论做什么应该都不会太错，他们可能是抱有这样的希望。后来我发现我家人对我没有什么要求，但是我的老师们突然对我有要求。我第一次被别人说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就是我上初3的时候，班主任就告诉我，他说你不应该上高中了，你应该去上个中专，去考个幼师，你看这样多好，你毕业了就能有工作。我当时特别生气，真的是特别生气，跟这个职业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别人告诉我你应该成为什么样，这件事让我极其生气。所以我现在还蛮理解，就是父母一定要让他做什么样的工作的小孩为什么特别生气，因为我当时感受到了一种极度不自由的感觉。还好就是我妈就跟那个老师说我们要上高中的，我们以后还要上大学呢。我觉得他们当时可能是出于某一种善意，就是说哎，你学习又不好，那你赶紧找一个职业，就是他们出于这种实用性的考虑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我自己本身来说是一个挺大的震撼，我就觉得原来真的有人对你的生活指手画脚。我天，那也太多了吧，只是你家比较少。那你小时候什么样的？你小时候有没有被要求过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小时候跟我姥姥长大嘛，然后我从小听到的最多的就是我姥姥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看你妈妈个子多高。我妈的实际身高应该是165到166左右这个区间吧，然后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应该挺高的，她应该有168左右，所以我姥姥特别喜欢那种高大的人。我觉得而且我的舅舅个子都挺高的，然后我从小就是听我姥姥说，你看你妈妈个子那么高，文文将来长大了比你妈妈还高，长到1.7米。然后我那天写这个大纲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就是我老跟你说哎呀我也没有长到1.7米，然后你还跟我说你怎么老是想长到1.7米，我也不知道我这个1.7米是从哪儿来的。今天回忆的时候我突然知道，
哦，原来是我姥姥以前小时候对我的要求和期待了。对，就是长到1米7，然后我们家当时有一个那个门框，小孩可能家里都有吧，然后他们就拿个尺子给你画一道线什么什么的。我就记得我3岁还是4岁的时候，有一天大家都很开心，就是全家人画了那个线，然后我姥姥和我妈都很开心，然后就抱着我说：“哎呀，我们家文文长到1米啦！”我就记得这个1米好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门槛，我当时就感觉非常的笃定自己可以长得很高。后来我姥姥好像也没有特别清楚的告诉我你长那么高要干嘛，然后她就比如她看电视，她就说你看那个模特，你知道模特这个词在她四川话里面是没有的，她每次说这个模特特别逗，就特别像那种外来语，你看那个模特都是1米7，然后说哎呦那些上电视的人好乐观，一天都唱歌跳舞，我们家文文以后也上电视唱歌跳舞好乐观，你看那些模特还可以做广告。我说做广告我也可以，咱们现在就来做一个。好的，继续说到我姥姥的模特。好的，那时候全家人都让我觉得我妈就是我的 idol。我姥姥经常会说，哎呀，你看你妈妈又高又漂亮，挣钱又多，什么什么。我小时候他们就希望我成为我妈那样内外兼修，同时又很有财力的一个人吧。我一直以为你不想成为你妈妈。我觉得这个是在变化的。我小时候其实非常想成为我妈，因为那时候我妈她回家很少，然后她每次一回来我都觉得是一个很视觉冲击的事情，因为我妈每次都特别注重服装搭配，在当年的宝鸡老是戴一个墨镜，你就感觉她走在路上跟街上的人都特别的与众不同。我现在看她那时候照片，就是她90年代照的那些照片，我就觉得她很摩登，走在路上她老是那种虎虎生风的样子。对我来说她已经是一个巨人了。她还穿着一个高跟鞋，我记得很清楚，她有一条那种白色的亚麻的阔腿裤，然后穿了一个那种白色的背心，就是一身的白色，走在当时的那个城市的街头特别的醒目。然后我当时觉得哇，就是我妈好厉害啊，真是我的 idol。 我当时还上小学吧，跟我妈走在一起的时候，我的步伐都在隐隐的跟着我妈，你知道吗？就是我妈迈左腿，我就希望我也迈左腿；我妈迈右腿，我希望我也迈右腿。我就希望我成为跟我妈一样的人。但我妈腿太长了，我腿太短了，所以跟2步我就要小跑2步才能跟上她的步伐。现在想想，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心想成为的女人就是我妈这种，就是感觉她很潇洒，然后她很有钱，我妈也非常的有性格。就比如那时候幼儿园里面大家要做体操，每个人头上都要戴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头花什么的，我妈就说你不要戴那种东西，那种东西很俗气，说你就戴一个什么什么。然后我妈就给我找了一个，然后我一带到学校去，我们老师就说哇，王思文怎么戴这个东西这么好看。我就觉得哇，我妈真的是审美卓绝。所以那个时候我还是非常崇拜我妈的。我在长大一些之后，我反而对这些东西开始抵触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觉得小女孩她在不同的阶段对于自己的妈妈的这种感知和这种接受度是挺不一样的。但你会想成为你姥姥吗？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没有想过成为我姥姥，因为我觉得我和我姥姥天然就是不一样的物种。我姥姥力大如牛，太强悍了，就她的强悍让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难以企及。所以也不是说离得越近就越容易当成榜样。对，还有一点就是我妈可能离我太远，所以那个时候她的那种东西让我觉得非常的神往，又很遥远，你又感觉她很摩登，又很潮流，偶尔还要进入你的生活。对，然后她就远远的脱离了我的生活，甚至脱离了我们身边所有人的生活。我就觉得她特别容易成为我一个偶像的那种感觉。但是真正的比如说我到了大城市，我就发现其实我对那些东西已经祛魅了，就是我反而不太喜欢他的那些生活方式了。然后小时候还有，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想成为科学家吗？我觉得那时候也是被我们老师所塑造的。老师好像经常会说大家好好学习，以后将来成为科学家。但我那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科学家。我现在甚至回想，我觉得我们老师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家。
我们老师他知道科学家大概是这么一个工作，但他也不知道科学家具体在干嘛。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科学家就是穿个白大褂，然后面前放了很多那种烧杯试管，里面放了很多那种五颜六色的溶液，然后在那儿倒来倒去，然后开始冒泡泡，就那种感觉。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具体在干嘛。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厉害的人，学习特别特别好的人，他就应该成为一个科学家。我就当时我就好像理所当然的就觉得，我要成为一个科学家，如何如何，就有这种感觉吧。你真的是我认识的人中第一个告诉我你小时候说你自己想成为科学家的人，一个标准的小学生。那可能是我们班其他同学没有接收到老师的这个信号，然后我就听进去了，精准捕捉。我觉得我妈和我姥姥他们给我灌输了很多那种特别现代的思想。就比如我姥姥老跟我说什么，她最不喜欢什么女人跟着男人屁股后面转，这是她最讨厌的类型。我妈她就说，那个女人就是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你就不要生孩子，否则这个就会成为你的累赘。我现在想想，我是不是当时也是她的累赘？我觉得这些想法都是那个时候耳濡目染、言传身教，我就接收到了这些信息。而且我觉得你姥姥和你妈其实是蛮诚实的，她在婚姻中或者是她在养育过程中，她没有觉得得到了好处，所以她就如实告诉你了。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一个采访嘛，采访很多中老年妇女，问他们你觉得结婚好吗？大家都说不好。如果重来一次，自己还要结婚吗？他说不要。然后又问你希望你的小孩干嘛？希望我的小孩成家结婚。哎，对，而且我姥姥让我感觉她虽然也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有一部分的职能是家庭主妇，因为我姥爷确实什么都不管，我姥姥就是家里面的事儿也要干，家外面的事儿她也要干。我就觉得我姥姥虽然承担了很多责任，但她同时她又拥有很多话事权，就是我们家的大事儿都是我姥姥说了算，而且我姥姥说了算不是那种男人在迁就她，给他一个权利让他说了算，我很爱我老婆，所以我听我老婆的，他不是这样，他就是一个当仁不让的一个一家之主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家，我现在回想起来像一个母系社会，就好像我们家的那种男性都没有什么话语权的感觉。我爷爷每天就是拿个扫把在那儿默默的扫地养养他的那些小花小草，然后每天早上就喝一口水，然后喷在他那个小玫瑰花上。我觉得好像我们家男性就是养养花逗逗鸟，然后被我姥姥骂一顿他就嬉皮笑脸的，大概就这么一个形象。所以好像在我心中，不管是他们告诉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那种表现，我都觉得女性就是一个很强悍的角色，就应该特别的厉害，应该有很多能力，甭管是我姥姥力大如牛还是我妈特别的时髦摩登，就是要很强。那你有没有主动过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前面我们说的都是一些被动的。我主动想成为的太多了。我其实写这个大纲的时候我还挺有感触的，写着写着就感觉有一种在写日记的感觉。我觉得人有自主意识可能是从大概初中开始吧，就从进入青春期开始，在自我确认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真心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个时候呢，我觉得我的人生也终于有了一些比我妈这种女人更多元的一些女性的范本。因为我小时候感觉我的生活中，我见的女性的样本除了我姥姥就是我妈，要不然就是女老师，就是这些类型的人。到了初中的时候，好像各种各样的一些女性角色，比如说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一些女作家的小说，史力、铁凝，还有一个是三毛。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日以继夜读着那个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因为在此之前，我觉得我姥姥的内核我当时还没有能力去感知，然后我妈的内核我非常的模糊，因为她就是一个非常摩登的一个女性，我不知道她内心在想什么，她也从来没有跟我谈过心。但是我当时看三毛写撒哈拉的故事的时候，我当时就开始对女性的内核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我就觉得三毛活得好肆意啊。她当时就是写过一篇文章，她就说她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让他写你长大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有的同学说我想成为医生，有的同学说我想成为律师啊，老师说啊这都很好，然后三毛就写他觉得每天推个小车出去捡破烂的就很开心，我就觉得他好有意思啊。
我们小时候写作文，虽然说你可以在里面自由发挥，但它其实最终写出来都是那几样嘛。然后你想成为的职业也都是那几样，你甚至不知道这个职业是干嘛的，你就想成为那个职业，因为老师说这个职业很好。当时看到三毛写的这些东西，哇，我觉得好自由啊。然后他又自己选择去撒哈拉去生活，去跟一个男人就这样爱上了，然后就奋不顾身的去跟他在一起。他跟荷西在一起，他在书里面感觉就是他也不是这个男人的附庸，而是他跟这个男人相伴，一起体验这个世界的精彩，就是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我当时觉得哇，好棒啊！然后我姑且不说后面他俩的这个事实是什么，但是他当时书里面写的这种爱情故事和他在那个撒哈拉经历的一些事情，就让我特别的心驰神往。我记得他说当时在那个沙漠里面，就是他穿了一个那种麻布的裙子，一个裹裙，脚上带了一个小铃铛，然后一走路就会叮叮当当的这样响，好美啊，好有异域风情。然后我觉得女人就应该这样自由自在，然后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也不要去做一些循规蹈矩的工作，你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你想体验什么样的人生就体验什么样的人生。这就是我当时对自己的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设想。然后看那个铁凝，我就觉得哇，好冷静，就感觉他一直在一个特别第三个人的角度去审视这个世界，然后他又敏感又细腻，又能捕捉到人类非常非常细微的一些东西，哇，我觉得太厉害了，好酷啊！所以我当时就特别希望成为这种像三毛这样子比较潇洒的一个女作家，感觉她活得非常自由，然后她又可以书写自己的人生，然后她的这个书写还能卖钱，就很有名气。我当时还看了那个很多张爱玲的书，但是我就是一点都不想成为张爱玲。我觉得张爱玲她写的非常好，就她那些东西非常细腻，文字也非常华丽，写的太好了。但是我觉得张爱玲就是过得很苦，我感觉张爱玲好像总是为情所困的这种感觉。虽然她没有写她自己啊，但是我感觉她老是在为一些感情所纠结。我就希望成为一个不为感情所纠结，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就像三毛这样的人。所以这是我当时想成为的第一种人。我当时还想成为一名歌手，因为我当时非常非常喜欢唱歌，就是我当时的偶像是王菲，然后我当时就是选她当偶像也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当时就是小学毕业之后，人生第一次走进我们宝鸡最著名的一个正版磁带店，因为大家当时都很喜欢买盗版磁带，可能就3-4块钱一盘，然后正版磁带就10到12块钱一盘。我当时进了那个磁带店之后，整个人就特别的紧张，然后语无伦次，特别希望在那个卖磁带的店员的大哥面前表现的我很自如，好像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买磁带了，就是我要非常熟练的告诉他我需要什么专辑，我要谁的专辑。然后我当时知道流行歌手其实也很少，就是因为也没有什么渠道知道这些人。我当时就只知道那个王菲还有范晓萱，因为他俩当时在那个98年的春节晚会上各自唱了一首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问那个店员，我说我想看看王菲和范晓萱的磁带，很拽的样子。那个店员就说他说那我给你拿他俩的那个精选集吧。他就拿2盒磁带，我看了一下，然后我一看范晓萱当时的那个歌都是那种儿歌，就那种稍息里阵阵和哔哩吧啦呼噜，就这种。然后王菲的歌她那个磁带封面就挺酷的，我当时想我已经马上是初中生了，我要酷一点，我不能再唱儿歌。所以我就花了当时的10块钱巨款买了王菲的磁带，然后他就莫名其妙成了我的偶像，因为我只有他的这一盘磁带。所以后来那段时间，我觉得我上初中之后，整个人除了比较辛苦的学习之外，我觉得唱歌已经是我当时唯一的情绪通道。就是在我学习特别特别苦闷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当时特别辛苦的背那个政治，然后我觉得我又背不下来，记忆力又很差，不断的背，背了10遍之后，我觉得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停下来，然后在家里面大唱歌，一直躺在床上唱。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我把那些我所有积压的那些苦闷和那些学习的那种寂寞和辛苦，用这种方式好像能疏解掉一些。而且我特别感谢当时我姥姥和我姥爷，就是我在房间里那么大声的唱歌，他俩也从来没有敲过一次门说你不要再唱了，
或者你在里面干嘛。当时拥有了很多特别自由的个人空间，因为好像我在房间里面干嘛他们都不会说，我的日记他们也不会看，因为我姥姥根本不认字，我姥爷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人要写日记这种东西他也不知道这个日记象征着一个人最隐秘的内心活动，他对我的隐秘的内心活动也没有那么感兴趣，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就特别的自由自在，就是在日记里面想写什么写什么，在房间里面想唱什么唱什么。我当时就特别特别希望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歌手。当时有一件特别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小姨就开始谈恋爱嘛，然后她当时她在跟我现在的姨父谈恋爱，然后我姨父是一个香港人，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哇，香港人好遥远啊，就像那种电视里面的人一样。然后我觉得那些歌手都是香港的，我觉得香港那么小的地方那么多歌手，应该很容易成为明星吧，在香港。然后我姨父来我家的时候，当时很流行在家里面唱 KTV， 你知道吧？就是家里面都有一套什么小音箱啊，什么那种功放啊，然后插2个麦就放影碟唱 KTV 的那种。当时我姨父也在那儿，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紧张，我就在想，哇，他如果发现我唱歌这么好听，他会不会把我挖到香港去当歌星呢？想到这件事情我就特别的紧张，我就觉得这是一次我成为歌星的面试。然后我拿着那个麦克风的时候手都在抖，我想，哇，天哪，马上就要当歌星了，好紧张。我当时还特别刻意的唱了一首我刚刚努力学会的粤语歌。我在想，他如果知道我还会唱粤语，更加能够确定我能去香港当歌星吧。最后我就特别努力和认真的唱完了2首歌之后，全家人都是那样稀稀拉拉的鼓掌，说唱得好唱得好，这件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们也没有收到任何的 offer， 然后我就特别努力的观察我姨父的反应，我姨父当时就说唱得很好，他说文文的这个粤语发音还是不错的，然后就完了。我当时在想，这是我的第一个明星梦的破灭。我自己想成为什么人，经过一个跨越。我有自我意识的时候是我小学5年级，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成为一个诗人，而且不是写现代诗的诗人，是一个写古诗的诗人。因为我们那时候课本上都是什么唐李白、唐杜甫，都是这样写嘛，所以我小时候就会觉得当诗人是一个正经职业，是一个人必然要去的职业。所以我小时候就在那些练习本上面写诗，写绝句，上面署名今，然后画一个点，袁某某，就是今天的今，对吧？对，今天的今。然后写的词其实就是模仿古代人怎么写，我可能就写2行白落下蜻蜓，大概是这样。但是我就觉得我当时很沉浸在这种自我的世界里，我就觉得当诗人真好，小学生就会学到你的诗，你的诗就会流传。我好奇怪，我上完5年级，我还有这么看上去有点宏大的梦想，然后到了初一的时候，我的梦想就完全变了。我现在想，就是可能因为我已经不在一个自我的独立的世界了，我的世界里开始有大众文化流进来了。那时候我特别特别特别想成为张含韵。哇哦！因为你不知道当时张含韵有多红。我知道她很红，但我没有想到你要成为张含韵。我觉得可能是我上初一的时候，她也是10几岁吧，跟我年龄可能就差的不是特别多，有点像是你的一个大几岁的姐姐，然后变成了明星。当时我们喝的那个酸奶上面印的全是她的画，就码一排，天天看着她。我那时候就特别想成为她。她当时有一个特别标志的发型，就是斜马尾，斜着的，很可爱的小女孩的斜马尾，我都会在家里面偷偷的扎，我不敢让我妈看见，让我哥看见，也不敢在学校里面这么扎，怕别人知道，哦，原来你想成为张含韵，然后借此来嘲讽我，就你也想当张含韵之类的。可能我很害怕把自己的真实感受讲给别人听，就是我真的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是不敢讲的，我觉得很羞耻。所以我觉得你很厉害啊，你小时候喜欢唱歌，你就可以在家里面唱，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有勇气的事。小时候我们也听很多歌，但是我从来不敢在家唱，我就在家默默的唱，只张嘴不发音的唱。我觉得这个原因有一点啊，可能是因为
你是跟父母在一起长大的，就是父母对孩子的那种东西他是比较敏锐的，但我是跟我姥姥姥爷在一块长大的，他俩就不知道我在干嘛。我在家特别大声的唱歌，然后我姥姥转过来，温温呐，你不要歇火了，就是歇火。我不知道你们能听懂这个，就四川话的这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在那吆喝了。其实我在那里练海豚音，你知道吗？他就觉得我在那里大声吆喝，所以我觉得他们不知道我在干嘛，反而让我有了一些自由的感觉。我当时会觉得非常非常羞耻，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默默地闭着眼唱歌，然后等我睁开眼，我看我妈正在看着我，很奇怪的看着我，因为我无声的在那个地方闭着眼唱，你知道有多么羞耻吗？这件事情。从那之后我就再也不唱歌，就是在家里唱歌了。我小时候是特别容易羞耻的一个人，你真正想干什么我就不会说，就是我如果想要 A 的话，我会告诉别人我想要 B， 因为这样的话跟我自己的心里是有一个缓冲的，它不离我的真实想法那么近，我会觉得很安全。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现在整个人都比较谨慎，而我整个人都比较奔放和没有分寸。所以我小时候就很别扭嘛，就是因为我也想成为快乐女生，但是我不会跟我妈说我想成为快乐女生，我只会告诉她我喜欢音乐，我告诉她我想要去学电子琴，我想去学小提琴。谁能知道我最后去学小提琴考上音乐专业是因为我想当快乐女生呢？哎，你现在想想那些就是之前不是网上特别流行那种快乐女生的那种海选视频吗？我其实特别佩服那些女孩，她们就很想唱歌，虽然自己也没有什么专业的训练，但是她就是去唱了，然后就在镜头面前唱，她也不害怕在那些评委面前出丑啊什么的，就是我就是想这样唱，我就这样唱。我现在看有时候觉得我还挺佩服他们的勇气的。对，我就完全没有这样的勇气。我小时候在家里面，你做点什么你想做的事情，他就会还搞这个呢，就是还追星呢，还喜欢周杰伦呢，所以我就很难受。哦，对，我觉得你现在也是有点，就是你很怕别人这种阴阳怪气，就是哎呦，圆圆还留大波浪呢，然后你就很难受。然后我就不太展现自己的喜好，因为我觉得我一旦展现自己的喜好了，就会成为一个我的软肋。哦，你就很容易被他们冷嘲热讽，然后被拿捏这种感觉。对，那个时候我就默默的一个人喜欢张含韵，我的朋友特别喜欢，他特别大张旗鼓的喜欢，买了很多东西，我就在家一个人偷偷看着他的照片，然后偷偷的练他的签名。我不知道现在他的英文名是什么，他小时候的英文名叫 Baby 张， Baby 画的很大，然后后面画一个爱心，我到现在还会他的那个签名。哇，那你想成为的人很割裂，想成为一个扎着斜马尾然后写着古诗的张含韵。不是，我觉得他俩是有一个跨越的。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想成为那样的人，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的世界是密不透风的，没有大众文化进来，课本上接触什么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很酷，当时对于小学5年级的我来说很酷的是李白，然后到了初中之后，我发现大家觉得酷的居然不是李白了，大家觉得张含韵很酷啊。我就如梦初醒般的觉得原来大家在另外一个世界，被那样花花绿绿的什么酸的甜的给震撼到了。我在想用张含韵的方式唱李白的诗。白发3000丈，愿抽丝歌唱。我现在还是挺喜欢他的，甚至后来很多年他没有出现，他后来再出现的时候我还是蛮感动的，我还是一直挺喜欢他这个类型的人。我虽然觉得你本人跟张含韵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我觉得张含韵就是那种甜妹嘛，然后我觉得你本人是那种蛮苦涩的一种感觉，很敏感，然后很文艺，就是那种淡淡的那种忧愁这种感觉。我真的觉得很神奇的是，别人的塑造对我成为自己也是有影响的。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完全不觉得我是一个很悲伤、很忧郁的人，但是所有我认识的初中同学和高中同学都觉得我有点忧郁。其实我真的只是在发呆，想今天中午吃什么，然后人家就会觉得怎么了，你为什么这么难过？我就会觉得啊，难道我真的是一个忧郁的人吗？我在产生这样的怀疑之后，我就慢慢的往那个方向滑了，我感觉是有这个原因的。
心理学有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身体里面一定有跟他类似的特质，只不过这个东西还没有表现出来。如果你讨厌一个人，你也一定跟他有类似的特质，只不过你把他压抑住了，所以你特别讨厌他。所以我在想，可能你有你非常甜的一面比如说你拍的那些照片，然后你写的东西，其实都是那种暖暖的感觉，你跟他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只不过你的表象没有呈现出这个东西。然后我小时候特别想成为王菲，因为我觉得她特别酷，就是很拽。然后我小时候甚至模仿过她的台词跟同学说话，然后别人说你中午吃什么，我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跟你的读者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一直特别想成为一个很酷，然后不用理会别人的看法，但是实际上我又是一个讨好型人格，我就特别生气。但是有时候你知道别人也会说，他说你这个人好有个性，就是你这个人很难接近。我就想哇太好了，终于成为王菲就是有时候你一个人，你可能体内具有两种非常反面的东西，你可能很苦，你也可以很甜，就这两个东西可能它同样出现在你的身体，它并没有很冲突。我可以很讨好，我也可以很酷所以大家不要再觉得思文很拽很傲慢了，他只是模仿的不是很精髓而已啊，对对对，就模仿了一些非常愚蠢的表象然后其实内心是一个特别讨好的人，哎，真是太悲哀了。说起来，到了初二的时候，我想成为的人又变了。那时候我可能就不会再看遥远的人了，可能会看身边的人。那时候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小太妹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小混混。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小混混？我仔细想了，就是因为我当时被我的前后桌周围几个同学霸凌，然后我自己是一个特别懦弱的人，我就觉得我没有能力反抗，就会幻想如果我是一个小混混，就没人敢欺负我了。但是我到后来也没有去反抗，大概已经被欺负了好几个月之后，班级里面调换位置，我换了一个位置才没有再被欺负。你小时候有被别人欺负过吗？有过吧，我小学1年级就被我同桌的男生欺负，回去之后我跟我姥姥说，我说今天我同桌那个男生他欺负我打我，我姥姥说你也打他，我说那我打不过他怎么办？他说打不过你就拼命打，你就往死里打第二天过去之后我就跟他拼命打，然后他打我，我打不过他我就开始咬他，总之就是一番恶战。然后每天上学我都抱着那种必死的心态去跟他战斗。后来发现他学习比较差，然后我学习比较好，然后他好像自动的他的气焰就弱了下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后来上初中的时候也有，好像是有一个小混混通过我的同学给我转达说他要来打我，是别的学校的一个小混混。然后我同学说你知道吗，今天有人跟我说他要来我们学校打你。为啥呢？我不知道是为啥，好像是因为我跟他喜欢的一个男生借过书还是什么之类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吧。但是我跟那个男生没有半毛钱关系。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我这个时候认怂的话，我的这种恐惧会被他感知到，他如果觉得我很恐惧，他就会更加嚣张。然后我当时就拍着胸脯跟我那个同学说，你告诉他姐就在学校门口等他，赶紧过来打，姐可要带上所有的兄弟跟他应战然后那个人他也最后没有来打我，我也没有见过他。但我那个时候觉得我虽然心里面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懦弱，但是我表面上一定要装作很厉害的样子，要不然他就会更加嚣张。但是最终也没有被打我觉得这个跟还有一个原因有关。我是小学2年级的时候，我同桌也掐我，我们打架，但是他胳膊上也被我掐得浑身是伤，就是我们俩是有来有回的在打的，后来就和好了。所以我就觉得我以前我觉得我是很勇敢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到初2的时候突然变懦弱了。我刚才在想是不是因为如果是1对1的话，我觉得我们是平等的，我是可以跟你反击的。但是我当时是前后左右大概有3、4个人都欺负我，那我当时的感受就不是我是受欺负了，我当时的感受是面向自我的，我就会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喜欢我，是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真的那么让人讨厌？我觉得是一种整体的氛围把我的所有的勇敢给拉下来了，让我觉得我就是这么一个被整个世界抛弃的人。
和那种单打独斗，我觉得还是有区别。对，我觉得如果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对你这样说的话，他一定会模糊你原来的认知。我之前看过一个什么学校做的一个实验，就是拿一根长的木棍和一个短的木棍给一个人说，他说你说哪个长？他说很明显这个长啊，就是这个长的木棍长啊。这个实验者他就拿着2个木棍，比如说给100个人看，让这100个人每个人都说那个短的更长，每一个人都这样说。但实际上明明就是这个长的更长啊，然后每一个人都说啊，明显短的这个长啊。最后那个被实验的人他就懵了，因为他觉得不可能啊，就是我亲眼所见，这个明显长短不一啊，这明显这个长啊。但是所有人都说那个短的长，他最后那个他就改口，他就指那个短的，他就说就是这个长。所以说，如果你被一群持有同样认知的人这样包围的话，你确实很难坚持自己。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在上初2之前，我都是一个很快乐的人，至少是一个很爱自己不恨自己的人吧。自从初2的时候被那样的氛围影响之后，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人。所以不只是别人欺负我，而且也内化了一个欺负的人在我体内，他也在欺负我自己。一旦你开始讨厌自己了，这种讨厌感其实是很难去除的。我就觉得我在上初中高中的这些年其实都不是很喜欢自己，可能都来自于此。但是我觉得初中高中的时候好像大家都不是很喜欢自己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原因就是那样的原因。我当时也很讨厌自己，我当时觉得自己长得很丑很矮。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去学校，有一天是秋冬天吧，我穿了一条裙子，然后裙子下面穿了一个裤袜。结果有一个男生他走过来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我们班男生都说你是大象腿。然后我当时就崩溃了，我就觉得天哪，就首先我觉得我腿很粗，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如此之不加掩饰的这样告诉我。他这句话里面除了一些对我本来的描述之外，还有很多恶意。我觉得因为他知道这样说会让我很难受，但他就是要这样说，然后我觉得很可怕。所以那次之后我就再也不穿裙子去学校了，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也很怕别人说我什么腿粗啊个子矮啊，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好像青春期的时候人就很难特别喜欢自己。有一个电影叫《魔法坏女巫》，就是一个音乐剧的电影，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2个女主，一个人就是特别的 popular，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出生开始就长相非常的怪异。其实这2个人内心都不太喜欢自己。但是我觉得有一种人应该过得挺快乐的，就是真的专注于学习的，不是为了考试，他就真的很喜欢学习，真的专注于考好每一场试的人。我们班里面有这样的几个人，我不知道他是钝感还是目标格外的清晰，他知道自己干什么，不跟我们这群小屁孩在那玩。做题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自己离自己的梦想更进一步，可能是有这样的人吧。我要是在你班，你会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班的人也就认为我是这样的人但实际上我有很多厌恶自己的内心活动，所以很难讲。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会有一些伪装吧，可能青春期大家无一幸免吧对，就是可能初中的时候还对自己有一些幻想吧，觉得自己想成为什么作家，想成为歌星。但是我到了高中之后，我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幻想了，就我已经没有梦想了，我也没有什么想成为的人。因为我觉得高中的时候每天都在苟活，觉得我能熬过今天还在喘气儿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觉得那些梦想都是属于那些非常优秀的同学。我记得我们学校有一次就是升旗仪式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环节就是刚刚举办完那个什么全国物理竞赛，然后校长就给那些得奖的同学颁奖。哇，我觉得那简直太高光了，就是那个校长宣布说几班谁谁谁上来什么全国物理3等奖，然后就几个人上来领奖，然后全国物理2等奖，然后在全校的注目下他就上来领奖，然后全国物理1等奖。哇，我觉得太厉害了吧，什么人能得全国物理1等奖啊？我觉得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拥有云霄一般的梦想，他们想做什么应该都可以实现嘛，感觉他们面前铺着一条金色的黄金铸就的大道直通天庭，这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我在下面就是一个灰头土脸的那种平头老百姓，我觉得我有什么资格谈论什么梦想，我有什么资格想要成为什么人，我根本没有任何资格去说这件事情。我只要能应付好每一次的考试，觉得我就已经很成功了，这种感觉。但是我高中3年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奇怪的自信，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知道我现在不是很出色，我也不是老师表扬的人，也不是特别聪明的人，也不是有自己一技之长的人，但是我觉得我以后一定会跟他们不一样。我莫名其妙会觉得他们考得很好，他们上清华北大，他们有自己的路，但是我有我自己的路，我和他们是一条截然不同的路。我莫名其妙就有这种自信，所以我当时并不会在职业选择道路上或者是在成就方面有自卑。我的自卑完全来源于我没有很坦荡，我只是不喜欢自己而已。我想到了一句话，他考上了清华，我去跳大粪，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我们班当时就是特别的阶层分明，这个阶层完全是根据你的成绩决定的，而且每一次考试就是一次阶层的重新分布。你会发现有一些男生他本来可能考了班里面30-40名，然后他平时就非常的低调，然后大家也经常嘲笑他什么什么的，然后他有一天突然考了班级的前10名，突然之间他就跻身于贵族行列，大家都不敢随便跟他说笑，见到他都非常的尊敬。我们班就是这种气氛。当时我觉得我们班同学就很像上次我们聊的那个3联生活周刊的那个专题，就是大家对于分数的这个排名太敏感了。反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人的一切都是被这个分数所决定的，除了这个分数之外你什么都不是。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而且我记得我如果考不好的话，旁边还有一些学霸过来说啊，什么你才考了60多分，没关系，虽然我考了98，但是我觉得你也很棒啊，我觉得你也考得很棒了啊。然后我就很生气，就是我前排坐了一个我当时很暗恋的男生，他数学就学得很好，我觉得我当时暗恋他可能因为他数学学得非常好，而且他非常轻松，你知道吗？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发数学卷子下来之后，他就考了很高，满分120，他应该考了110几，我大概只考了100分还是不到100分，在那儿正郁闷着呢，结果那个男生转过来让我看看你考多少分，然后把我的卷子抢走。我当时哇觉得好羞耻啊，我觉得本来我都已经没有什么资格暗恋他了，现在更没有资格。我觉得高中3年我都过得很灰暗吧。哦，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是最小说救了我。最小说就是当时郭敬明做的那个杂志，我觉得我莫名其妙有那样的自信，可能是因为我当时在不停地看那样的杂志，我有一个另外一样的道路，我可以写作，我可以作为一个跟传统路径不一样的人，他可能给我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蓝图，让我觉得我是有可能变得不同的。如果我当时的路径只有一个，说我一定要考上好大学我才能有好的路子的话，我可能也会非常紧张。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的人生是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或者可能性的。我现在想想，我从小到上高中的时候，梦想是一点点破灭的，因为很多事情如果你不做的话，你会幻想自己可以做得很好。比如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肯定可以考清华，然后到了上初中，我想考个复旦也行吧。到了上高中，我想哎呀，我能考个西安交大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那天就是我们宿舍的一个女孩来我家玩，她就说她女儿已经11岁了嘛，她女儿就有一天跟她说，她说妈妈，我觉得你真的很差劲。她说为什么？她说你居然只上了个211，你怎么只能上个211？她说我最少能考个985吧。然后我当时想，天哪，就是如果我有小孩这样跟我说话，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回答。然后我那个同学我觉得他很智慧，他就跟他女儿说，他说宝贝，妈妈如果听见你上高中的时候还能这样说的话，妈妈会非常非常为你开心。然后我觉得他好智慧，当你越接近这个考核的时候，你越去做，你就越能知道自己真实的能力到哪一分，然后你才会发现这个事情原来这么的难。所以说我觉得很多家长他对小孩子读书的要求非常高，
就是因为这个家长自己没有怎么读过书。对，他就会觉得不就读几个书吗？对啊，他觉得我要是那么努力，我要是像你这样的资源，家长舍得这样给我花钱，我早就上清华了。这句话我原原本本从我小姨嘴里面听到过。他就觉得你上不了清华只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或者只是因为你投入不够，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有很多很多因素啊。那这样的话，我真的很庆幸我高中3年的时候有很多别的路径出现。我身边倒是也有这样的同学啦。我记得我们隔壁班有一个男生，他很厉害，就他当时参加那个新概念作文大赛，他得了1等奖，写作非常厉害，而他理科也非常厉害，他是我们当时的那个理科实验班里的人。即便是这样的同学，他好像也没有觉得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或者成为一个什么，他最后也是选了一个理工科的专业，成了一个工程师。那可能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异想天开的人。我觉得我的这种异想天开帮了我很多，就甚至我高中的时候虽然有最小说那样一个范本，但是另外还有一个范本。我们高中的时候也很流行看那些时尚杂志，那时候特别特别流行，就是各大杂志都在我们班里面流传，而且你翻开那些杂志里面都会写什么美容编辑怎么说，时尚编辑怎么说，我就会觉得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一种工作，它和数理化和语数外完全没有关系。一个人他只要采访明星，研究怎么穿，研究怎么化妆，怎么吃喝玩乐，他就能成为一份工作。被这种工作方式给震撼了，因为在我们的小城市里面还没有这样的工作。就是我经常从你这儿会有一些思考，我在想可能人真的是，你真的相信你会成为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这句话我在我姑姑的嘴里面也听到过，就是我记得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大学在西安上嘛，然后我姑姑是在西安当一个白领。那个时候我上大学之后，我虽然高中整个人是没有梦想的，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资格憧憬什么未来，但是我到了大学之后，我经常去我姑姑家玩，我就觉得我的 idol 变成了我姑，因为她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就是那种画报上、杂志上以及电视上出现的那种典型的白领形象。我记得我姑当时就是每天开一个小车上下班，我还去过她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里面就养了很多那种绿植。下了班之后呢，她就开着她的车，然后她的车里面放着那种磁带，就放着当季最流行的音乐，然后去那个西安比如刚开的那些小饭馆，然后叫几个朋友就吃吃喝喝。吃完饭之后呢，我们就去那个当时很贵的一个商场叫世纪金花，就去世纪金花逛逛街。他偶尔还会在世纪金花买一件衣服，因为很贵嘛。然后我姑姑的那个家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书架，书架上面放了很多书，放满了好几个品牌的时尚杂志。我现在记得有什么，有那个 L， 还有世界时装之愿，还有什么佳人，它都有。我翻开之后觉得每一本书上面都有那种非常诱人的来自现代社会的那种铜版纸的那种味道，令人很向往。而且当时他们家里面是有宽带的，大概03、04年的时候他们家就有宽带，还有一台配置很不错的电脑。然后他经常上那个 QQ 还有论坛，然后我姑姑还是一个论坛的版主。然后我当时觉得哇，他好时尚啊，他有一个很大的衣柜和鞋柜，我觉得他的生活特别像那种欲望都市里面的女主。然后他家里还经常点那种香薰灯，滴一点什么精油，然后在那个灯上面。而且我发现他下班回家之后看的电视剧都是那种什么粉红女郎啊、武林外传这种很时髦的剧，就不像我小时候，就是我只能跟我姥姥还有我姥爷看那个康熙微服私访记，一遍一遍一遍，1、2、3、4、5、6、7，还有神探狄仁杰。就是我的生活特别属于那种老年，但是我姑姑就是那种非常现代时尚的那种女性白领的形象。我觉得她的一切就是当年的我对于城市生活最为美好的想象。我非常非常希望我能成为她，而且我觉得我如果能成为她，我也太厉害了吧，就是我怎么样才能过上她这样的生活。而且我那时候记得那个梳妆台上面还放了很多那种护肤品，我第一次见一个女性就是一层一层的抹护肤品，就是看我姑丈抹，就她先倒点水儿，然后再涂眼霜，再涂精华，再涂面霜，再涂防晒，一层一层的。然后我当时在旁边很惊呆，我就说姑姑，你为什么在脸上涂这么多东西啊？然后我姑姑非常自信地转过来，宛然一笑说，等你月薪过万的时候你也会这样的。我当时哇，觉得
好震撼，你知道那种感觉太震撼了。就当时那个场景，他的那个笑容到现在在我眼前还是历历在目，很像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的那种，真的还要说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对，然后他穿的都是那种丝绸质地的带着蕾丝边的那种睡衣，哇，我觉得他的生活太好了。当时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他，经常就跟他说，我说姑姑你的生活过得也太好了吧。我姑姑说，她说你以后肯定会比我强的。我说不可能，我说什么样的人才能过得比你强啊？然后我姑姑说，她说那你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我当时想了很久，我说我希望成为一个特别富有，然后非常自由，而且很有思想，有自己特别不错的工作，既不是很累又很有意义的工作，每天有一些朋友，然后上下班还能开着车去吃吃喝喝，就是特别希望过这样的生活。然后我希望成为一个特别有趣又很正直又很真诚的人。然后我姑说完啦，我说完了，她说你要记住，只要你想成为这样的人，你一定会成为这样的人。我说不可能吧，她说真的，她说你到了10几年之后，你再想想这句话，你会发现这句话是对的。然后我现在想想，确实除了我开车不是很好之外，好像你真的相信自己会成为这样的人，你好像真的就会慢慢变成这样的人。我之前就看过一句话，我不记得是我在什么岁数看的，但是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就说你现在还很年轻，你完全有时间成为你想成为的人。我即使到了30多岁的时候，我也觉得这句话也可以鼓励到我的。我觉得人活着一辈子，你有那么长的时间成为一个人，那你可以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不要成为你不想成为的人。但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你想成为的人不要那么固执，如果你已经成为不了了，你可以换一个。对，而且我觉得有些可能你确实很难成为，就比如说我想成为王菲，那简直是我再活10辈子我也不可能成为王菲。但是呢，你会发现你的某些东西会慢慢的跟它有一点点接近，即便这个接近还是非常的遥远，但是你也会向它靠近一些。比如说我觉得我也在慢慢摒弃我的一些讨好特质，我也在慢慢的学着除了那个表面上的拽之外，还能真正的酷一点，既能尊重自己也能不去伤害别人吧。就是可能他还没有完全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也在慢慢的去往这个方向走。我那天跟圆圆讨论这个选题之前，我俩开了个会聊了一下，就发现其实小时候我已经接触到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是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最后只是从里面筛选了一些我自己内心比较认同的。但其实比如说，如果说我妈小时候告诉我你应该去当一个生意人，也许我那个时候接收了这个东西，我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走，就不一定。但是我觉得其实只要你跟你的内心不背离，你就会活得比较自在。其实我后面也在想，就如果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接触的文化不一样，所看到的明星不一样，我们的选择会变化吗？我觉得其实不太会变化，因为有那么多明星，有那么多文化，你一定会再次挑中最符合你的那个文化的。对，我好像喜欢的也都是一些很酷的明星，如果不是王菲的话，我应该也会喜欢张国荣啊，这种就很有自己性格的人。看起来好像说我们受到了很多大众文化的影响和我们自己身边时代的影响，但其实真正做选择的那个人是你自己。当然它是一个共同作用了。我们今天回顾了很多很多小时候曾经想成为的人的类型，就是我们曾经憧憬的每一个形象都不是很一样，但是对我来讲啊，就是我曾经希望成为的人好像都有一些共性。比如说小时候看电视剧特别流行的时候，我还曾经想成为白素贞或者是武则天然后我发现我不管是想成为我妈，还是想成为白素贞，还是想成为王菲，还是想成为我姑，我最终的想成为的核心都是很有力量感，然后很厉害。就白素贞她也是法术很厉害嘛，我就觉得这个内核好像它都是没有重大改变过的。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离自己想成为的人很遥远，然后觉得很彷徨或者很痛苦。比如说我那时候大学毕业，
我有一次就听那个老男孩听到痛哭流涕，因为我觉得我再也没有机会成为我想成为的人了。那个歌词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还，来不及告别。但其实我想成为的不是具体的白素贞、王菲，我想成为的就是一个内在很强大，而且能够掌控自己生活，把自己的生活握在自己手中的一位女性。我觉得这是我想成为的一个所有的一个总和的一个概括。我觉得我现在也算是在接近这个东西，就是我虽然还没有完全成为，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比以前靠近了很多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目前还觉得你无法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觉得因此而沮丧的话，也不用太沮丧，你可以提炼一下你想成为的核心你会发现你还是比以前更加靠近这个核心的。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提炼出来的从诗人到张含韵到小太妹到杂志编辑，其实也是有共同特征的，就是我希望被别人看见，希望展示一些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跟我小时候不敢展示有关，就是我要把我自己喜欢的东西藏着掖着，我不敢展示真实的自我有关。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所喜欢的这些人，想成为的人，可能都会有一种展示真我的冲动，可能是这个吧。那我觉得你现在比我们刚做播客的时候也展示真我多了。不然的话，我就不会告诉大家我想成为张含韵了我就不会告诉大家我在家里面默默唱歌被我妈发现了总结下来，其实我们现在活到30多岁，也都还是比较接近自己想成为的那个自我吧，对不对？对吧？可能后面还会更深化。对，我获得了一些力量感，然后你也展示了自己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好，那希望大家也都能有机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好的，拜拜，拜拜。